球磁场是相对来说开放的，保护的没那么好，所以这个地方这些区域那些高能的粒子是容易打进来，所以这个地方容易发生极光。另外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地球大气层有一些层次，就是从最底下的我们的对流层、平流层，对流层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层次，是吧？所有的我们的气象的，就是所谓的天气现象，其实基本是集中在对流层。上面是平流层，也就是我们一般的客机飞行的，就是在平流层底部，然后再往上有中间层、暖层。其中大家可能听说过一个层叫做电离层，电离层上面是磁层。电离层的概念就是说，由于太阳辐射把上面的一些空气的分子电离掉，然后再有这地面逃逸上来的一些带电粒子集中在那个电离层那个区域，然后这个区域就会有怎么说？很多电子密度比较高，大家以前听说过的那些短波通讯，那么都是通过电离层的反射，就地面上发射信号到天上，电离层反射再到地面上，有了我们的短波通讯。但是有了卫星通讯以后呢，那么这个就不太依赖于电离层的反射能力了。那么卫星通讯它是在卫星在电离层上面发射的信号，但是它这个信号是要经过这个电离层的。电离层里头这个所谓的这个电子密度是极其受太阳活动影响。这个太阳活动的影响，比如说它的太阳风来了或者太阳爆发来了，它会把你的这个磁场压缩或者怎么样，这些区域的电子密度会增加，会有一定的波动。那么这个时候，你所有经过电离层的这些信号都会受到干扰，那么你就有可能，比如说通讯不畅，或者说对定位不准确等等这些东西。这就是刚才说的电离层上面还有一个层次叫磁层，也就是磁层是我们地球的一个保护伞，就是说太阳风这些太阳的爆发的一些东西来了以后，就是在正面迎上我们的这个磁层顶。那么可以另外想，就是假设因为这个磁层也是在演化的，地球磁场它本身是在演化的，而且这个演化大家可能也听说过。有一种说法叫做磁反转，就说过什么地球磁极有可能几十万年有一次，是吧？磁极的反转呀，什么这种。但这种东西如果真的发生，其实对于我们现在的人类来说是个巨大的灾难。你都无法想象，如果我们这个磁层很弱，是吧？如果磁层很弱的话，它无法对我们提供足够的保护。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球环境。是很容易被太阳风给摧毁的。就是如果没有磁层，比如说太阳风可以无休止的吹，直接吹到我们大气，就是底层大气，那么它会把大气带走的。你没有了这些大气，没有气压，你海洋也会蒸发掉。所以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我们有时候也在讨论一些所谓的科幻性的话题，就比如说现在大家都说在探索火星。就是要往火星移民，但实际上有可能，地球的未来就是火星那个样子。为什么？因为你地球本身磁场，你这个星球的演化，你磁场是会一点一点减弱的。当你磁场减弱到一定程度，无法保护地球的，比如说大气圈、生态圈，你磁场弱到那个程度时候，地球就会像火星那样变成一毛，就是完全一毛都没有的这种荒漠，是吧？所以说有可能，当然有可能，那个火星以前它也是有生物的，在它以前，比如说它的磁场很强的时候，它有可能也是有过这个生命的。所以说我们往火星跑其实是有点很难，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只有这一条，就是火星它磁场非常非常弱，它无法提供保护，就这一条。我们在火星上最多能建设那种封闭的实验基地，无法在火星上真正的生存，因为这个东西你是改不了的。当然这个话题就有点扯远了，这就是我们地球这个我们能生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地球有磁场保护。这个是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太阳风或者是爆发来了以后，它那个粒子是怎么注入，就是它其实不是从正面。这个高能粒子来了，它不是从正面进入地球大气的，它是在反面
就是绕过正面的保护层到反面，然后反面反向的那个地方，然后再从那个粒子再注入这个地球的两极区域，再形成极光。这个是一些极光实拍的图像。不光地球上有极光，这几张图是一个是土星的，一个是木星的，也都有极光。你可以在看地球上这个极光图，你就会发现极光发生的区域它是一个环形，就是极光带。土星和木星上也都有。这就不行了。这个环电流带呢，我稍微讲一点点，就是刚才说到这些来自太阳的这些带电的粒子注入地球大气以后，大家都知道，一旦有这些带电的东西流动起来，那么它是什么？带电的东西一旦流动起来，它就是电流，对吧？你电流一旦有